中世纪、异世界、古风幻想、民间传说，一直以来都是 ACG 圈的重点题材与风格。而这一类型的作品配乐也与一般大交响的电影风味不同，时常会采用世界各地的历史乐器以及韵律去呈现地方色彩，比如中世纪小提琴、鲁特琴、Dulcimer。或是古风五声音阶、佛朗明哥12拍子等等。除此之外，为了拓展海外市场，近几年的日本 ACG 圈也时常邀请了一些非日籍的作曲家进行配乐制作，像是我音的 Mason Lieberman、死亡搁浅的 Ludwig Forsell 以及 Evan Cole。而在这其中，一股来自澳大利亚的旋风默默席卷了世界的音乐，他就是能驾驭上述所有类型的作曲家——幻想大师 Kevin。不是你。幻想大师 Kevin Penkin。Kevin Penkin 出生于1992年5月22日，是出生于英国的澳大利亚作曲家。他对 ACG 音乐的兴趣起源于一款任天堂游戏《银河战士 Prime》的主题曲 Phendrana Drifts。在该曲中，原声乐器与电子合成器的相互交融，深深撼动了 Kevin Penkin， 被 Kevin 形容为绝对的幸福。也因此，他从小就向往在任天堂工作，并开始学习日语，沉浸在日本文化当中。现在则讲着一口流利的日文。而也因童年的那次刺激，他奠定了向往音乐产业发展的志向。当时的他只有10岁。2013年 ，Kevin Penkin 在伊迪斯科文大学获得作曲和音乐技术学士学位。2015年毕业于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影视作曲硕士学位。同时，他的研究得到泰特纪念信托基金的资助，是皇家音乐学院的首届泰特学者。别的不说，我就先来条列一下他的辉煌战绩吧。2011年与 Final Fantasy 巨头直松伸夫合作制作了13支演绎演乐《三国传》，以及后续的《命运九重奏》、《守护者冒险2》、《废墟迷宫》。2016年与日本动画公司 Kinema Citrus 合作制作了《Under the Dog》。2018年制作了澳大利亚独立游戏 Florence 的配乐，并获得第15届英国游戏学院音乐奖提名。而在动画领域，则制作了近期热映的《药师少女的毒语》、《狼与新香料》重制版、《盾之勇者成名录》以及响铃之作《来自深渊》。由于先前与 Kinema Citrus 拥有过多次合作的经验，因此2017年的《来自深渊》自然就交到了 Kevin Penkin 的手上。当得知要制作《来自深渊》的配乐时 ，Kevin Penkin 马上就拜读了秃笔章人的前4本著作，并被后者所创造的世界观深深吸引。同时 ，Kevin 也以许多的背景手稿为素材去编织他口中的音乐色调。例如，他会先以小编制的乐团进行作曲，但却是以宽敞巨大的空间进行录音。透过多支麦克风同时收录近处与远处的声音，去互相衬托小人物利可和雷古在探索的这个广阔无垠的深渊。另外，音乐制作人饭岛宏光也鼓励 Kevin 可以透过研究角色特征来模拟音色，像是雷古的主题曲就同时采用自然声源和一种名为 Luminous Garden 的合成器去表现有机物与机械物的组成。而在 OST Royal of the Abyss 和 Depths of the Abyss 中，则使用大量有上升质感的 pad 和上行音阶，去陈述一种来自深渊的咆哮，包围着并吞噬着主角们的声音。当然，除了匠人性质的创作构思外，音乐制作的部分也同样不马虎，也就是现代动画配乐必定会走上的道路——现场录制。最终，他们选定在维也纳一个名为 Synchro Stage 的录音室进行录制。Synchro Stage 是一座巨大的先进录音设施，而 Kevin Penkin 则在其内定做了一个室内乐团，包含3把小提琴、3把中提琴、2把大提琴、1把低音提琴、2支长笛、2支单簧管、1支巴松管、2支法国号、1支小号、1支长号和1支低音号，共19位音乐家组成。而其中更令人敬佩的是，这每一位音乐家都有自己的独奏部分，也就是说，在演奏一段乐曲时，最多可以有19条旋律在同时演奏，这19不和声。事实上，现场录制与迷你数位编曲最大的难度差在于，录制是需要把每个声部的五线谱给打出来的，也就是说不能有任何的音轨合并，工具用的音轨也必须全部拆开，每一个音符都要不偏不倚地落在该有的节奏上。另外，最重要的，每个声部的设计都要符合乐器和乐手实际的操作性质。比如古筝，有些音它可以弹 tremolo， 有些音就只能压弹。所以在设计每一个音符时，这些都是必须考量的点，也必须投入大量的时间、人力以及资金。而令人庆幸的是，这些投入并没有白费，达到了相当出色的效果。
来自深渊播出后，成了当代最受好评的动画作品之一，而其配乐更荣获了第2届 Crunchyroll 最佳动画配乐奖。说真的，我实在很难想象，当 Kevin 在看到这种充满温馨治愈的作品时，他的心底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土比章人时常会用自然法则或是人性的疯狂来反思人性的觉悟与执念，而在 Kevin 所做的 OST 中，也时常去插入一些不和谐的合成器声响、走调的半音阶，以及复杂的背景原声，去铺垫作品中的灰暗、压抑或是疯狂的一面。然而，当他以 lo-fi 类的合成器声响搭配钢琴与弦乐时，却又创造出了深渊中的宁静、离别与感伤的氛围。创作出如此独特、如此贴合剧情画面的音乐，我想这只有可能是爱了吧。而这份情感同时也感染了观众，使得来自深渊中大量的 OST 不断被转发、不断被 react。巴哈甚至有位大佬把2017年 OST 中的所有曲目，我是说所有曲目出现过的所有场景以及其使用方式详细列表，巨细靡遗。粉丝们的爱与真诚都让这部作品创作出了许多恶创与宣发，也让越来越多人亲身体会到了那来自深渊的灵魂之声。2017年后，随着串流平台的兴起，业界开始进入了大异世界时代，而 Kinema Citrus 也打铁趁热，将他们旗下的异世界代表《盾之勇者成名录》继续托付给了 Kevin。以典型的剑与魔法世界观 ，Kevin Pekin 开始尽情发挥他对地方文化以及世界音乐的热情。起初 ，Kevin Pekin 在接过盾勇时是感受到一些压力的，毕竟是继来自深渊之后的又一大作，他想以一种不一样的风格来完成这个项目。为此，他时常会去看荧幕上的角色是怎么移动的啊，以及角色的动作是如何呈现的啊，并从中去获得节奏感以及声音纹理。而最后，他对盾之勇者给出的答案是金属交响插佛朗明哥。金属交响其实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在交响乐的配置上加入一些失真的电吉他与厚重的鼓点，而佛朗明哥的特色则是有快速的吉他扫弦、敲击琴声、Phrygian 调式以及12拍子。这么冲突的两种曲风到底怎么结合在一起呢？就让我们来回顾一下第1话中上文被仙人跳时的同名主题曲《The Rising of the Shout Hero》。因为动画版的乐曲结构与原曲不同，我这边就以动画版进行说明。乐曲开头是标准的 pad 与钢琴铺垫，35秒后開始出現中提琴與小提琴的節奏進行以及分解爬音，仿佛是在揭示當權者的陰謀。さっさと元の世界に戻せ。望み通り即刻召喚したいところだが、新たに召喚できるのは全ての死生勇者が死亡した時のみと伝承にはある。なんだって？嘘だろ。このままじゃ帰れないだと。1分鐘後加入聲樂以及剩下的弦樂聲部，墊出交響樂的配置。あるいは迫り来る波を全て退けられれば元の世界への帰還も可能。进入副歌时 ，Riser 音效响起，金属鼓点登场，并与弦乐进行应答，散发出男主的霸气。在第1段主题结束时，突然出现了一段很性感的木吉他弹奏，而且背后的弦乐仍然很激烈的在进行连弓爬音，像是在描述当权者的不公与胁迫。波が来るまで俺を牢屋にでも閉じ込めておくか。投獄はせん。次の波まで猶予がない。腐ってもお前は波に唯一対抗できる勇者だからな。だがすでに貴様の罪は国民に知れ渡っておる。それが罰だ。今後我が国でまともに生きていけると思わんことだな。分かってるよ。これが欲しかった。おい、待てよお前。第2段主题结束，性感的木吉他再次出现，并配合贝斯声与木吉乐器收尾。俺は弱いんでね。時間が欲しいんだよ。こうして俺は信頼と金、名誉、勇者としての尊厳、全てを失った。
从这个例子中就很明显的感受到，男主在爆气的时候与掌权者在阐述阴谋的时候用的配器风格不一样，另外节奏也不一样。交响的线性节奏与佛朗明哥的舞曲节奏，用这种充满冲突性的风格来表达剧情的转折，并且也同时使用在多个战斗场景当中，像是元康被贬的时候，还有元康被贬的时候。当然，这种充满冲突性的曲风也不只存在于主题曲，另外还包括木吉乐器与电子合成器结合的战斗 BGM Auto Roll， 以教会圣歌开头却以金属交响收尾的 Three Heroes Church， 以及我个人最喜欢的一首史诗 BGM Crystalline， 首次出现在拉夫塔利亚的心魔对抗中。拉夫塔利亚是个被上文买下的奴隶亚人，父母因魔物的袭击而双亡，从此对鲜血与魔物产生恐惧。然而，在上文的细心照顾下，拉夫塔利亚渐渐找到了战斗的理由。当再次见到杀死双亲的魔物时，尽管对鲜血感到恐惧，尽管对魔物感到害怕，双手颤抖不已，但回想起与上文的种种回忆，以及双亲离去的背影，拉夫塔利亚不想再次重蹈覆辙，他不想再次孤独一人，于是他拾起短剑，战胜了自己心中的恐惧。或许对于 Kevin Pekin 来说，盾勇不仅仅只是个异世界番，而是一整个民族与人物内心之间的情感纠结。而这所有的内心写照都被他用适当的风格一一谱写，既冲突又和谐，并以此特色斩获了第4届 Crunchyroll 动画最佳配乐奖提名。在完成充满异国风味的盾之勇者后 ，Kevin Pekin 开始将他的音乐走向世界，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欧洲民谣风的《狼与新香料》重制版。要说这狼星到底有多世界的话，从它的曲目命名就可以看出，包含匈牙利文、葡萄牙文、挪威文、爱尔兰文以及苏格兰文。虽然有各国语言，但不免俗的大多都跟节庆、狼、丰收等字眼有关。为了配合狼星这种民间传说的风格，配乐中也采用了大量的民间乐器。除此之外，也邀请了老搭档澳大利亚女高音 Elspeth Borden 配唱多首神曲。之前来自深渊 OST 中的 Geronimo Mutation、The Golden City 以及盾勇 AMV 的主题曲 Gemini 都是他负责配唱兼作曲的。而在这次狼星 OST 中，他则配唱了主题曲 Merchant Meets the White Wolf 以及热血战歌 Madad Ali 是个民谣风非常鲜明的一组 OST， 并且能在配乐中感受到 Kevin 对于声音模拟的功力。事实上，自2017年后 ，Kevin Pekin 他将作曲的速度放慢了许多。很长时候，他并不会去考虑旋律、和声等乐理上搭配，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在寻找合适的音色纹理上，也就是所谓的实验音乐的领域。这种音乐非常耗时费力，有时候可能平均1周就只能做一首曲子。但当你开始为自己设定更大的挑战和更高的产出标准时，这自然是无法避免的情况。而 Kevin 也把这视为是一种积极向的变化啊！真的好羡慕作曲速度快的人啊！以角色的声音模拟来说，女主角赫罗是一个拥有狼耳与尾巴、外表只有15岁左右的丰收狼神，性格冷静聪颖且高傲，常常把男主角罗伦斯耍着玩，但也因为长期离开故乡，有时候会流露出害怕孤独且脆弱的一面。在同名主题曲《Theme of Hollow》中，采用了竖琴、木管家族以及少量的女声乐。木管悠长的旋律以及半音阶的使用，都像是来自遥远的传说那般，令人捉摸不透，充满神秘感。第二段主题加入了女声乐，彰显了贤郎的女性魅力，同时背后的 double bass 也流露出了对故乡的思念。而最后的竖琴爬音，叙说着他们的旅途还在继续。在狼星这种充满田园冒险与商业经济的半现实作品中，该如何去凸显情感波动呢？答案是世界。在第6话崔尼营地争夺战中，赫罗为了保护罗伦斯，冒着被教会讨伐的风险，亮出真身。此时的 BGM 就是赫罗的变身专用曲 Evo。在这首曲子中，男性声乐和爱尔兰风笛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在爱尔兰与凯尔特神话中，狼一直都是一种灵性的象征，代表着野性、战士与自由的灵魂。因此，在爱尔兰的传统音乐中，也时常使用风笛来描写自然、神话和游牧生活。
而在狼心中，教会一直将巨狼以及其他物种视为邪神的象征，不断压迫且讨伐异教。Evo 所塑造的氛围就像是个无尽的抗争，赫罗的每一次狼嚎就像是风笛的每一次吹奏，赫罗每踹一脚就像是打一下战鼓，赫罗的每一次飞奔就像是男性声乐释放出的野性与渴望自由的灵魂。背信者向赫罗哭喊着：“神总是这样，总是如此不讲理。”最后的爱尔兰长笛流露出了赫罗的无奈与委屈。凡是出现压迫，必会崛起反抗。你们即将面对的是神明的裁罚。跨越了深渊，穿过了异世界，巡游了一遍欧洲各国后 ，Kevin Peckin 他的世界音乐之旅还在继续。2023年来到了东亚地区，与日本作曲家神前晓、统辖兼阿丽莎合作，制作了宫廷悬疑推理剧《药师少女的毒语》。与其他奇幻类或是中世纪幻想类的题材不同，《药师少女》是亚洲风的作品。我指的亚洲风不是只有包含中华风，还包括了中东、西亚、南亚等地区。尤其是在第二季外国使节到访这一段，很明显就可以听出许多中东、西亚地区的配乐风格，比如这样，或是这样。其实 Kevin 之前在采访时有说过，他不太擅长写开心的曲子，他的音乐大多都令人心碎。因此，像《药师少女》这种也有爱情喜剧元素的浪漫作品 ，Kevin 在这之中就主要负责了氛围 BGM， 也就是比较没有什么主题旋律，以铺设氛围为主要目的的曲目。除了使用国乐器外，还配合了悬疑的氛围，加入了大量的 pad 以及类似合成音色仿捏的原声乐器，像是讲述事件时用的 The March of Events。常用来展示水晶宫的 Winter Fruit， 在表达后宫风景时的 Sadness， 以及时常拿来诠释美丽事物的 Echo。当然，我指的美丽事物也包含人事大人。我的老天鹅，这首几乎就是人事的主题曲了。不论是人事登场的时候，人事吃巧克力的时候，人事的侧颜，人事刚睡醒，人事化妆，人事献上蓝玫瑰，你都可以听到这首曲子或是它的变奏版本。我怎么好像突然被开启了某种开关？不过，我想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氛围 BGM 应该还是这首《The Crystal Pavilion》。此曲首次出现是在增白粉事件当中，除此之外，还会用在很多紧张的时刻，像是猫猫试毒时、终极飞毒发身亡时，以及解救人事时。不祥的合成器声响、悬疑的钢琴爬音，以及背后的水晶音效，搞得我当时真的是快急死了！快冲啊，毛毛！其实像这种将一首 BGM 融合到剧情中不同场景的方法 ，Kevin 把它称为菜单法，有点像是本频道之前时常提及的事前配乐，需要与音响监督以及音乐制作人共同设计曲目在剧中安排的方式。对于 Kevin 来说，这种制作过程相当有序，因为它实际上几乎是个团队合作的结果。Kevin 从10岁起就热衷于游戏和动漫创作，他一直都坚信团队始终能使他发挥出最大的潜力，创作出最好的音乐。他也一直享受着与团队共同实现、共同激发的创作愿景。而《药物少女》其实算是他少数与其他作曲家合作制作的动画配乐，虽然大部分重要的插曲桥段都交给了神前晓与统辖兼阿丽莎，但在 Kevin 的心目中，或许这才是他对于 ACG 创作最理想、最幸福的道路，也说不定。世间题材百百种，风格领域千变万化，到底什么样的声音才能被称为最佳配乐？我想你我都知道，这没有标准答案。然而，在探索音乐的道路上，这股澳大利亚的旋风带领我认识了世界。
认识了不存在的世界。凭借着对于动漫的热情，他将创作者们与观众们联系在了一起。Kevin Pekin 在这他30几年的人生当中，他始终都是那个向往着 ACG 创作的10岁男孩。在2018年采访中，主持人曾问他：“你最想为哪个作品进行配乐？”而他的答案也非常简单：宝可梦。并且他也真的在2023年承接了宝可梦珠子的衍生动画 Pokémon Paladin Wings 共4话 OVA 的配乐制作，真正实现了自己的梦想。然而 Kevin Pekin 的人生还很漫长， Kevin Pekin 的世界之旅也还没完结。近期可以期待的作品还包括《狼与新香料》第2季、《盾之勇者成名录》第4季，以及拜托了，我什么都愿意做的《来自深渊》第3季。虽然部分作品的制作时间线都还尚未敲定，但相信无论如何 ，Kevin 都仍会继续用他的音乐为我们打开新世界的大门。